人人都说月薪3000狗都不干，但专科毕业月薪6000，努力升了本科，月薪却普遍3000。教育这条路到底该怎么走才前途光明？前些年家长圈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中考比高考还关键，一考定终身。为啥？因为那个著名的55分流，中考后差不多一半孩子上普通高中，另一半去职业学校。为了不让孩子被分流，无数家庭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军备竞赛。学区房、补习班，样样不敢落下，花钱如流水，整个家庭都跟着焦虑。但最近的风向好像悄悄变了。听财阀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先是浙江胜四县宣布取消中考的选拔功能，所有初中生都能上普高。接着，广东宣布2026年要新增20万个普高学位，湖北更是直接把未来5年的普高入学率目标锁在了90%以上。全国平均的普职比已经从印象里的5比5变成了现在的7比3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执行了这么多年的55分流，怎么说松就松？眼看就要分不下去了。当通往大学的路上少了一道闸门，未来的就业市场会变成啥样？可能最直接、最没法反驳的理由就是孩子不够了啊！咱们回头看看浙江胜四为啥能第一个吃螃蟹，敢说让所有孩子上高中？一个扎心的数据，2024年胜四县常住人口才6万多人，这一年新出生的孩子只有148个。你想想，总共就这点孩子。再过几年，一个年级可能就100来号人，还搞什么一半上高中，一半上职校的分流，学校和老师可能比学生还多。胜四只是个小窗口，照见的却是全国的大趋势。这些年，新生儿数量一年比一年少，就像退潮一样。有分析说，未来几年全国高中适龄人口可能会比高峰时少将近一半，在一些县城减少的幅度可能高达60%。这道理特别简单，就像开饭店，以前客人乌泱乌泱的，你当然可以立规矩，说一半人吃炒菜，一半人吃面条。可现在街上都没几个人了，你还死守着这个规矩，大家一起喝西北风。学校也是这个道理，没有足够的学生，所有的分流计划都是纸上谈兵。到如今的局面，真不能全怪家长瞧不起职校，很多时候是职校自己把路给走窄了，把家长给吓跑了。都说职业教育重要，和普通教育是平等的类型教育，是培养大国工匠的摇篮。现实呢，不少家长一提起职校，脑海里蹦出来的词是管理松散，学不到东西，孩子还可能染上坏习惯。北师大在2025年的一份调查里也提过，一些中职学生在关键能力上的表现确实让人捏把汗。更要命的是，那个变了味的实习，你听说过吗？学幼师的学生被送到电子厂打螺丝，学计算机的天天在流水线上包装手机，美其名曰顶岗实习。这不是学技术，这是把学生当成了廉价听话的临时工。话虽糙，但背后的担忧是真实的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家长最大的恐惧不是孩子学不到技术，而是技术没学到，反而染上一身坏习惯。国家其实没少给职校花钱，2023年投了快7000亿，可这钱好像没完全花在刀刃上。很多地方好的设备、牛的老师、严格的管理，这些家长最看重的东西，在职校里依然是稀缺品。当投入看不到应有的回报，当承诺的美好前景一次次被劳务派遣式的实习打脸，家长自然会用脚投票，拼了老命也要把孩子拖过普高那条线，这成了一个死循环。职校口碑不好，非好学生不愿去，非生源质量下降，非办学和管理更难，非口碑更差。这个结不打开，光靠政策强推分流，家长们的心就永远悬着，所以就出现了家长用超能力投票。咱就拿北京举例，2026年公办高中学费才 0.8 到 1.2 万飞年，住宿费 1.3 到 1.8 万，一套下来3年顶多10万。可民办高中呢？海家学校1年学费就 29.2 万，北路书院 16.84 万飞年，3年学费加住宿费直奔80到100万而去，比普通家庭3年的总收入还多。但就算这么贵，民办高中还是挤破头。为啥？因为家长宁愿砸锅卖铁，也不想让孩子去职校。有家长算过一笔账，孩子读普高，就算最后考个普通本科，毕业后考公、考编、进企业，起点都比职校升高。可要是去了职校，在很多家长眼里，就等于提前定死一辈子进厂打螺丝，之前花的教育钱全打水漂。时代在变，游戏的规则也在变。以前大家认准高学历等于好工作等于铁饭碗这条金光大道，现在这条路开始有点堵车了，甚至还出现了新的岔路口。第一个变化是文凭本身越来越不值钱了。过去为啥要分流？一个潜在逻辑是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大学生，需要更多干活的人。但现在普高在大扩招，大学本科也在扩招，这意味着未来高学历的人会越来越多。当研究生都开始送外卖、考街道办的时候，一张普通的高中或大学文凭的保值能力自然就下降了。第二个变化更刺激 ，AI 来了，他可不看你是什么文凭。以前觉得坐办公室的白领总比车间里的蓝领高级，安全吧？
但 AI 这个颠覆者最先冲击的可能就是那些规律性强、容易被数字化的白领工作。写文案、做报表、分析数据 ，AI 干得又快又好，反而是那些需要动手、需要现场应变、有手艺的蓝领工作，比如高级技工、设备维修、养老护理，因为涉及到复杂的物理世界操作，AI一时半会儿还替代不了。你看，连人工智能之父杰弗里·辛顿都半开玩笑的建议，去当个水管工吧。这背后是一种价值重估，在智能时代，一双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巧手，可能比一个只会做题的脑子更有前途。现在国家也在大力推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，重点就是人工智能、新能源汽车这些新领域。这信号很清楚，未来社会赏饭吃的标准正在从你是什么学历转向你到底会什么。从前我们一直信奉学历越高收入越高，但现实数据给了不同的答案。一份基于招聘平台的调研预测显示，2026届专科生的预测就业率可能接近60%，反而高于普通一本、二本，甚至比部分硕士。博士的预测就业率还高，薪资上差距也在拉大。一方面，很多普通本科毕业生起薪并不乐观，以前本科生是香饽饽，毕业就能找到好工作，月薪8000到1万元很常见。可现在普高扩招，本科生越来越多。2026年全国本科毕业生预计突破1200万人，比2020年多了500万人，供大于求，月薪自然会下降。而另一方面，市场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需求非常旺盛，例如随着产业升级，在新能源、高端制造等领域具备扎实技术的蓝领人才缺口巨大。虽然家长不乐意送孩子去职校，但市场不会骗人，企业缺技工就会涨工资，有技能的职校生未来的前景会越来越好。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出现一本毕业生起薪5000，而高级电工月入过万的对比了。钱正在重新衡量不同教育的性价比。其实中考5-5分流分不下去，不是政策不好，而是时代变了，家长的教育观念、企业的人才需求、市场的发展趋势都发生了变化。当初搞分流是为了填补企业技工缺口，让更多孩子掌握技能，可没想到家长的教育焦虑、职校的转型滞后、企业的薪资不到位，让分流最终卡壳。但这并不是坏事，分流松绑反而能让教育回归理性，让家长不再盲目跟风砸钱，让孩子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赛道。未来本科生不会再是唯一的出路，职校生也能靠技能赚大钱，学历歧视会越来越淡，技能为王会成为人才市场的主流。